1963年，德国天才冯布劳恩为美国设计出了一艘庞大无比的火箭土星5号，其高度有111米，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惊人的119吨，曾6次将美国宇航员送上了月球。60多年过去了，土星5号仍是这个地球上最大、最强、最稳的运载火箭。以它实际的运载能力和提升空间来说，用来登月完全是绰绰有余。因为冯布劳恩的目标并不只是登月，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终极梦想——登陆火星。早在1948年，冯布劳恩便撰写了一本名为《火星计划》的科学书籍。在书中，他以工程技术的角度实际分析了人类如何打造太空舰队以及登陆火星的整个方案。冯布劳恩甚至在国会上公开宣讲，只要我们有决心，10年之内就一定能将人送上火星。而地球前往火星的路程非常遥远，至少是去月球的150倍，因此航天器的重量至少要在140吨以上，其中返回地球的燃料需要80吨，占了总重的1半多。为此，冯布劳恩设计了一种新型火箭，其1级火箭的 F1 发动机增加到了8个，推力几乎是土星5号的2倍。它能不靠引力加速将人直接送到月球上，也完全能承担载人火星的任务。但后来随着冯布劳恩患病去世，加之美国也不再大力支持太空探索，所以这种新型火箭并没有被真正的制造出来。之后，由于航天推进技术一直没有突破，美国宇航局便在1989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火星载人计划，被称为90天报告。这个计划呢，准备在近地轨道建造一个大型空间站，然后把火箭的零件和燃料运到天上组装。如此一来，火箭便能从近地轨道直接发射，相比起从地球发射，能节省下大量的燃料，使飞船足够往返火星。到时候还可以将月球改造成一个太空基地，以其为跳板，制造一艘上千吨的飞船前往火星。不过这个计划的预算至少需要4500亿美元，是阿波罗计划的17个倍。这完全是无米之炊，且太过复杂，太过科幻，几乎不具备实操性。1995年，美国著名的航天工程师罗伯特·祖布林撰写了一本名为《赶往火星》的计划书。在书中，他抛弃了直接发射的传统思路，提出了另外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完美地绕过了燃料难题。而这个计划呢，只需要发射2次土星5号火箭，其余使用技术也是人类现有的。更绝的是，这个计划仅只需要300亿美元，比起90天报告简直是9牛1毛。首先，根据机遇号、好奇号等火星车的探测，火星空气中的95%的成分都是免费的二氧化碳，只要加上少量的氢元素，便能生产出火箭的燃料甲烷和液氧。也就是说，返程燃料完全可以就在火星就地生产，根本不需要跋星涉月的从地球带过去。因此，可以先将一艘无人飞船发射到火星，其总重45吨。包含了返回地球的飞行器、一个小型的核能化工生产器以及6吨氢。到达火星之后，可以像20年发射的毅力号火星探测车一样，使用减速伞和反推力火箭平稳着陆。随着化工生产器开始运转，便能将火星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地球带来的氢结合起来，生产出甲烷和水。其中一部分水可以储存起来用于饮用，剩下的水呢，则可以裂变为氢和氧气，氧气又可以转化为液氧。根据作者的实验，6吨氢至少能生产出100多吨火箭燃料和9吨水，完全足够宇航员返回地球。这个化学过程呢，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它是在煤气灯时代就有的技术了。像在2022年4月，毅力号便通过这种方式在火星成功地转化出了氧气，这为宇航员在火星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待火星的燃料成功生产出来后呢，地球便可以将载人飞船发射到火星，其重量在25吨左右，包含了4名宇航员以及3年的口粮物资。
如果着陆时发生不测，比如因为天气原因导致降落地和生产基地相距较远，那么宇航员可以乘坐着附带的小型火星车前去会合。再不济，也可以从地球上发射第3颗土星5号，重新为宇航员空投一个新的生产基地。如果是正常着陆，宇航员便可以依托第1艘飞船生产的能源，在火星上进行长时间的探索。当然，首要任务还是要找到固定水源。根据机遇号长达15年的探测，火星表面尽管是一片荒凉，不存在任何的生命和液态水，但却有着大量干枯的河床以及被流水冲刷过的峡谷。这说明火星曾经像地球一样也有江川河流，只要能往深处钻探，必然能找到地下活水。而相比起火星车，宇航员可以前往更复杂的地势勘探，也能到熔岩洞穴的深处寻找水源。待第1批宇航员成功登陆并且扎稳脚跟之后，便可以继续运送第2批、第3批，其中当然少不了地质、生物、农业等方面的科学家。按照土星5号每次45吨的地火载荷，还可以带上生活舱、火星车、轻型卡车、科学仪器、小型的核能化工机器等各种物资补给。这些完全能满足火星初期的探测以及宇航员维生的所有需求。至于通信和导航方面呢，可以像马斯克的星链那样，使用卫星群系统进行联系和定位。在电影中，铺天盖地的火星沙尘暴有着惊人的破坏力。从表面数据看，火星虽然风速能达到每秒180多米，相当于是地球上的12级台风，实际上由于火星大气稀薄，风势快而不烈，动态压力很低，实际感受呢，只相当于地球上的徐徐微风。这便是设计寿命仅有90天的机遇号为啥能在火星上运行15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了。因此，人类登陆火星后，根本不用担心沙尘暴会摧毁基地、席卷人类。平时呢，只需要针对细沙做好相应的防护工作就可以了。另外，沙尘暴会长时间的遮蔽太空，导致火星车无法使用太阳能。因此，我们可以使用甲烷作为主要的动力能源，太阳能则作为另一种辅助能源。经过初期的探索，人类便能在火星上开始建设小型基地。首先，火星土壤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铁，粘性非常好，只要采集好细土，用水搅拌后放入模具中轻度压形，经过晾干烘烤后，便能得到一块火星砖，其硬度相当于地球水泥的1半。虽然砖块的缝隙会导致房屋漏气，但可以把塑料胶喷到墙壁上进行密封，所以人们完全可以就地取材，用火星砖来建造建筑，以容纳更多的人员和科学设备。火星还能以氢气和二氧化碳为原材料，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生产出乙烯，有了它便能生产出塑料，以制造各类的日常用品，比如餐具、脸盆、大小雨衣、医疗设备等等。由于塑料可以抵挡火星强烈的紫外线，还能用来制造人类居住的屋子以及种植农作物的温室。另外，火星还拥有着丰富的矿脉，可以生产钢铁等各种金属材料，甚至能发展半导体工厂。而火星和地球一样拥有春夏秋冬，一天呢有24个小时37分钟，一年则有687天。虽然火星大气稀薄，只有地球的1%，但完全能屏蔽太阳耀斑，保护植物的生长。且火星的日照水平是地球的43%，也完全能满足植物光合作用的需求。当然，由于火星比地球离太阳远，所以平均温度都在零下50度左右。正常情况下呀，日间温度在20度左右，夜间温度则低至零下100多度。而地球的南极洲和火星一样异常寒冷，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如今已有数百个科考人员在这里常年居住，其周围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俨然是一座小城。往后随着火星的工业、农业、畜牧业渐渐发展起来后，便可以加快扩建，进行移民计划。而今马斯克创建的私营太空公司，不只是实现了重型火箭的批量生产，还如神一般地实现了2次回收，大幅降低了发射成本。
这彻底使航天业从老师傅的手工艺年代跨入了工业时代。今年4月，他再次发射了近底轨道运载能力高达150吨的星舰，虽然并未成功，但也仅有几步之差。根据马斯克的估计，将来一次火星旅行的成本能控制在1000万以内。如果每次送100个人上去的话，那么平摊下来，一个人才要10万美元。总之，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火星移民真的不再是幻想，而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事实。当然，也会有人说，登陆火星和月薪3000的我有毛关系呢？难道在地球上好吃好喝的不香吗？首先往大了说，一旦实现火星移民，便为人类文明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支。万一地球有个3长2短，也能替我们留个火种啊。其次，移民火星计划会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甚至引起新一轮的技术爆炸。就像当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便直接推动了半导体的发展，使得今天的我们能人人用得起计算机和手机。而在2000年前，整个地球的资源只养活了我们1亿人，但从18世纪工业革命后，全国人口便快速增长到了8亿。如今，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一个地球便养活了75亿人。但地球资源的总量毕竟摆在那儿，如果我们全人类都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生活的话，那么至少还需要4个半地球的资源。所以太空探索向外扩张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而回望历史，正是我们祖先用了上亿年的时间，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进化，才创造出了人类辉煌的文明，才有了我们富足的生活。如果当初他们也是得过且过，那么现在的我们或许还过着食不果腹、刀耕火种的日子，甚至还爬在树上和其他动物抢地盘呢。所以人一定要有梦想，哪怕生活沟壑万千，也一定要心怀星辰大海。